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说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足以颠覆整个全球经济思维，甚至可能改写未来金融监管教科书的重大主题。大家回想一下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那场危机不仅摧毁了无数的财富，更给世界的金融监管机构留下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创伤。从那之后，全球的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几乎都陷入了一种防堵传染的思维模式。他们把金融市场当作是一个容易互相传染的危险地带，认为只要一家大型机构倒下，就会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到全市场。因此，过去10几年来，所有的政策都在建立防火墙。但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最新研究却明确指出，这种基于恐惧的监管思维可能存在一个致命的盲点。今天我们将透过一套先进的随机金融网络数学模型来彻底拆解这个观念。我们一起来看待，是不是我们一直以来都用错了方法在管理这个庞大的金融市场。所以，我们立刻面临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保护金融市场免于崩溃？2008年之后，各国的监管机构原本以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标准答案。他们制定了极度严格的规范，要求银行大幅提高资本适足率，并且强制限制金融机构之间的过度连结。他们的逻辑很直观，就是试图切断这个他们认为的病毒传播途径。不过，最新的随机网络数学研究却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观点：这些监管机构可能完全搞错方向了。当我们过度专注于防止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拼命建立隔离墙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同时切断了市场在面临危机时最需要的氧气与自我修复能力。这个观点非常颠覆，对吧？因为它直接挑战了过去10几年来全球金融监管的最高指导原则。我们以为在保护市场，实际上可能正在摧毁它的免疫系统。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必须要清楚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管理哲学。第一种是目前主流的传染观点，这种观点基本上就是流行病学在金融上的应用。它把金融危机视为一种高传染性的疾病，当市场出现问题时，第一反应就是隔离、限制互动，甚至是强制切断连结，生怕风险会扩散给健康的机构。但是另一种则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所倡导的流动性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金融系统不是传染病房，而是一个复杂的血液循环系统。与其在危机发生后急着止泻并截肢，不如采取主动且预防性的策略，也就是在关键时刻对特定的市场节点注入流动性。流动性观点的出发点绝对不是防堵，而是增强市场。他主张透过赋予关键参与者更多的资源，来活络整个市场的交易机能。这是一种从根本上强化系统韧性的主动防御机制。既然了解了这两种观点的差异，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将市场视为随机网络。让我们抛开课本，来看看真实市场的微观运作到底长什么样子。为了理解流动性观点为什么更有效，我们必须先打破一个传统经济学的迷思。传统经济学模型经常假设市场是一个完美的静态网络，也就是每个人拥有完美的资讯，随时随地都可以和任何人进行交易。但现实世界根本不是这样运作的，现实中的市场是随机的，这代表市场的参与度完全是随机发生的事件。有些交易员可能提早离开市场，有些可能因为决策流程而迟到，有些甚至可能单纯因为网络设备延迟而错失报价。这种随机性意味着，市场并不是一个永远畅通的巨大公路网，而是一个随时在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甚至经常会断线的脆弱网络。理解这个随机性，是我们解开现代金融市场运作谜团的第一步。那么，当这种脆弱的随机市场遭遇突发状况时，具体会发生什么事呢？研究模型将这个过程拆解成了3个阶段。首先，系统受到一个外部的巨大冲击，这可能是突发的坏消息，或是资金链条断裂。接着，原本看起来统一的市场并不会像骨牌一样整体倒下，而是会瞬间破裂，分裂成许多孤立的微型群体。最后，在这些被迫孤立的小群体中，参与者无法向全局求援，他们只能依靠身边仅存的资源进行局部的风险共享。这个逻辑非常清晰，
当危机发生时，你只能依赖当时刚好和你连线上的少数几个对象，这显示出市场参与者经常会陷入孤立无援的最弱状态，只能依赖极度有限的局部网络来求生。为了把这些复杂的随机数学模型具象化，这份研究提出了一个非常生动而且容易理解的比喻，叫做派对主人模型。大家想象一下，金融市场的形成就像是有人随机被选为一场突发派对的主人，这个主人会向他周围的邻居发送邀请函，收到邀请的人就可以加入这场派对，形成一个微型拍卖市场，大家在里面进行买卖交易。但是因为各种现实的限制，例如电脑运算的延迟、地理位置的距离，或者是对方刚好不在座位上，这些邀请函并不能成功送到每一个人的手上。结果就是每一次形成的市场都非常单薄，人数很少，而且只是暂时性的存在。只要交易一结束，这个微型市场就解散了。这种短暂且脆弱的网络结构，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金融市场底层的真实面貌，绝对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拿到那张进入市场的邀请函。了解了市场的脆弱性之后，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部分，重新思考金融核心地位。在这些容易断线的脆弱网络中，到底谁才是真正能拯救市场的关键节点呢？过去我们总有一种刻板印象，以为资产规模最大、连结最多的人，就是市场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危险的节点。但在容易断线的随机网络中，我们不应该只看谁的连结最多，而是应该找出在市场最脆弱时，依然能维持运作的关键人物。重点来了，为了了解这个重要性，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名为流动性价值的全新核心概念。这个定义指出，流动性价值是指在确保某个参与者能够与其他人进行交易的前提下，我们赋予这个参与者一点点额外的购买力，所能为整个社会带来的边际价值提升。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这句话的深层含义。这代表我们评估系统风险时关注的焦点变了。我们关注的不再是把资金给谁最安全，而是把资金给谁可以创造出最大的造势效应与风险共享效应。如果我们把流动性注入给一个拥有高流动性价值的节点，这份资金不仅能拯救他自己，更重要的是，他会透过他独特的交易网络去拯救其他陷入孤立的参与者。这完全是一种建设性的市场活络视角，彻底摆脱了传统害怕传染的防御性思维。在数学模型中，研究人员使用了一个叫做拉格朗日乘数的计算方法，也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影子价格，来量化这种价值。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影子价值直接翻译成稀薄市场的绝望程度。大家想象一下，当市场碎裂，一个小群体被完全孤立时，如果他们内部极度缺乏资源，那么在这个特定时刻，任何一点点额外资源的影子价格都会飙升到极点。这就像是在沙漠中，一杯水的价值绝对远远超过超级市场里的一杯水。这表示资源在什么时候最有价值，就是在一个支离破碎、参与者极度稀少且面临庞大风险的市场群体中，才具备拯救生命的价值。因此，我们评估一个人的流动性价值有多高，就是要看他是不是经常出现在这种绝望程度最高的场合，并且具备提供援助的能力。那么到底具备什么特征的人才是拥有最高流动性价值的关键玩家呢？这份资料给出的答案其实非常违反直觉。我们通常以为最大、最赚钱、名气最响亮的银行最重要，但其实不然。真正高价值的参与者是那些在市场规模缩小、大家都不见的时候，依然会留在市场的人。他们总是在市场波动率极高、情况最糟的时候现身，而且他们所处的微型网络中，平均参与者的资源相对匮乏，加上面临的冲击，通常具有高度相关性，也就是大家同时遇到困难，陷入集体困境。简单来说，最有价值的人，并不是那些在多头市场中赚最多钱的人，而是那些在局势最坏、市场最冷清的时候，依然坚守岗位，愿意与一群资源匮乏的参与者进行交易的雪中送炭者。这才是金融系统真正需要保护与强化的关键节点。理论听起来很完美，但实务上真的存在吗？进入第三部分，
来自泰国村庄的证据，让我们透过微观世界的真实验证，来看看这套理论如何运作。我们继续聊下去。刚刚讲的这些高深的宏观数学理论，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甚至让人觉得只存在于电脑模拟中。为了解决这个疑虑，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非常酷的跨界研究。他们跑到泰国的农村进行长期的实地数据收集。让我们把华尔街的高端金融与泰国村庄的现实生活做个对接。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选择泰国村庄？因为在这种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中，村民之间互相借贷、互相送礼的行为，形成了一个可以被完美追踪的封闭微型经济体。研究团队希望透过分析这些村民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互助行为，来证明这套复杂的随机网络数学框架，其实在人类社会最原始的真实世界中是自然存在的。根据这份对比分析指出，在正规的金融市场中，极度面临的随机变数是收入冲击，而在泰国村庄，这个变数就变成了干旱与农产产量的变化。当正规市场面临流动性枯竭时，我们依赖中央银行来进行流动性注入，而在泰国村庄里，扮演这个救世角色的，就是那些愿意在困难时期提供礼物与贷款的热心邻居。这两个系统虽然规模天差地远，一个动辄上兆美元，一个只是几袋白米，但底层的数学逻辑完全一致。村民们在面对气候冲击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随机网络的参与者。他们透过局部的互助网络来管理那些无法预测的突发危机。这强力证明了流动性价值的理论是经得起人类行为现实考验的。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研究团队在深度分析泰国村庄的长期数据后，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数据明确显示，那些在市场最稀薄、大家最缺乏资源的时候，依然坚定扮演流动性提供者，持续赠予礼物或借款给别人的村民，他们在长期的社区消费水平中获得了显著的溢价回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表示，虽然他们之间没有签署任何白纸黑字的金融保险合约，但整个社会网络会自动意识到他们作为关键流动性节点的巨大价值。社会透过给予他们更高的长期消费水准，来作为一种实质的奖励与回馈。这项发现完美证实了，在随机网络中主动提供流动性并维持市场运作的行为，会产生极高的社会价值，并且必然会得到系统的正面回馈。从泰国村庄的微观世界，我们最后来到第4部分，联准会与美国负买回市场。这是真实世界中的金融高潮，也是这套理论最震撼的实务应用。证明了微观世界的理论后，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大回兆美元级别的全球金融心脏——美国银行间负买回市场，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repo 市场。这个市场每天处理着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流动，是全球金融体系的血管。要理解这场危机，我们必须先弄懂它的底层运作机制。这个市场的结构其实很明确，分成3块。一端是拥有大量多余现金的货币市场基金，另一端是急需现金来进行各种交易操作的避险基金，而连接这两端让资金得以流动的关键桥梁，就是位居中间的经纪商。整个交易过程就是利用极度安全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品，来进行极短期的隔夜资金借贷。但是2008年之后，基于防堵传染的考量，巴塞尔协定引入了严格的资产负债表限制。这项监管政策的出发点绝对是善意的，是为了让银行更安全，但它却意外插住了那些作为网络关键连接节点的经纪商。因为经纪商在运作时必须同时进行介入与贷出，这在会计上会大幅扩张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而在新的严格规定下，这种扩张受到了严厉的资等惩罚。这就等于是在告诉消防员，你不能带太多水管去救火。这个基于传染观点而制定的监管政策，最终在市场中酿成了一场灾难。
根据资料记录，在2023年的10月，负买汇市场的利率出现了极度戏剧性的飙升，直接冲上了高达10%的惊人水位。大家要知道，当时联准会的基准政策利率大约只有3%左右。为什么在一个整体资金其实相当充裕的金融系统中，借钱的成本会突然飙升到10%？原因就在于严格的监管规定强行切断了网络中的关键连线。经纪商因为资产负债表的限制，被迫退出市场，他们无法再扮演居中协调分配资金的角色。结果就是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瞬间枯竭，原本庞大的市场变成了一个极度稀薄且充满绝望的碎裂网络。这就是将金融视为疾病并过度建立隔离墙所带来的真实后果。面对这个完全失控的局面，金融系统已经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最终是谁出来收拾残局？答案是美国联准会。联准会被迫亲自下场，成为了那个终极的流动性节点，也就是最大的派对主人。他们直接进入市场提供贷款，透过常备负买回等工具，将庞大的流动性强制注入系统中，才勉强维持住市场的生命线，阻止了崩溃。这个现实世界的极端案例，强烈且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流动性观点数学模型是完全正确的。当危机发生，市场开始碎裂时，系统最需要的绝对不是更多的限制与隔离，也不是检讨谁生病了，而是需要一个强大且主动的节点，愿意在最糟糕的时刻挺身而出，注入流动性来重新串接起整个断裂的网络。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第一，传统防堵传染的思维可能适得其反，因为真实市场是由随机且容易断线的脆弱网络组成的。第二，比起限制互动，我们更应该找出那些具有高流动性价值的节点，也就是那些在危机时愿意挺身而出的人。第三，主动在关键时刻向这些节点注入资源，才是维持系统稳定并创造最大社会价值的根本解法。这不禁让人深深反思，如果我们为了防堵风险所建立的金融高墙，反而成为了摧毁市场流动性的元凶，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多少过度保护的机制正在扼杀系统真正的修复力呢？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面对脆弱的随机市场，与其盲目隔离防堵，不如精准定位关键节点，并预罚性注入流动性，这才是真正能活络交易、强化系统韧性，并创造巨大社会价值的解法。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哈修，我们下次见，拜拜。